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你明明顺着均线在做，却还是被反复打掉止损，并不是我们的一个方向看错，而是我们不知道这波行情它到底有没有力去继续在上涨或者是在下跌。我们今天这期视频给大家讲一个，我们把普通的一根均线直接把它升级成为一个趋势加动能再加支撑阻力这么3合1系统的这么一条指标。普通的均线呢，它只会回答一个问题，现在是上涨还是下跌，但是我们是看不到现在这个上涨它是不是价格已经涨得太高了，或者这个下跌它是不是下跌已经够低了，这波上涨或者下跌有没有继续趋势的一个动能，哪里才是市场真正认可的一个支撑或者是阻力。我自己在做交易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去追涨杀跌，有时候刚好就追在了一个最热的一个位置，死在了刚好回调的那一根 K 线。那今天的这个指标，它其实本质上还是一条均线。我们接下来打开这个指标里面，搜索今天的这个指标 MA， 我们可以看得到，点开这个指标之后，这个时候我们的盘面上面就出现了目前的这个盘面。它这个指标本质上还是一条均线，只是把它做了一个升级。我们在图表上面可以看到，这条指标它会展示给我们3个主要的一个方向。第一个就是关于它的一个趋势，到底是上涨还是下跌，那这个就跟均线的看法是一样的。第二个呢，我们就看它的动能，它的动能可以看下方的有一个过滤器，它的动能上涨，它能上涨到哪里，或者是下跌，它跌的还有没有力度。我们在盘面的右边这里就可以看得到，它有一个百分比。那这个百分比呢，它就能看得到当前的上涨的一个力度，它的一个力量的一个百分比，或者是下跌的时候它的一个力量的一个百分比。第三个呢，我们在盘面上还能看到一些线，那这个就是它们所上涨之后或者下跌之后造成的一个支撑位或者是一个阻力位。所以这一条指标它回答了我们一个关键的问题：价格现在离均线有多远？并且它不是用点数，而是用相对于最近波动的一个百分比，这一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它现在这个指标的一个详细用法。我们看得到图上的这一个白色的这个趋势带，就是一条展示了多头环境还是空头环境的这么一个指标，它其实就是一条均线。当我们这条均线向下拐的时候，它就代表空头的一个环境；当这一条线的斜率向下的时候，那它就代表一个空头的一个环境。这个指标斜率向上的时候，它就代表一个多头的环境。这一条线呢，它就只做了一件事情，它就告诉我们当前的这个环境，我们是应该去做多呢，还是去寻找做空的一个机会。我不能说当我这个指标斜率向下的时候，很明显它是一个空头的环境，而我去做逆势交易，那样子的一个成功几率会很小。或者是当它的斜率斜向上的时候，它很明显是一个多头的环境，而我呢非要去找机会去做空，也去做逆势交易。那这一点恰恰是很多新手伙伴最喜欢干的事情，所以呢也是新手伙伴们经常被打止损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一根简单的一个指标来判断它目前是属于多头环境还是属于空头环境。我们要进行的是顺势而为，而不要逆势做交易。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K 线图的下方有一个这个震荡指标，这个震荡指标呢，它的数值是100到-100之间，那中间有一条线，它是一个零轴。我们把它放大看一下，它的意思代表了，当我们的一个价格来到了中间这条线的时候，那就说明价格越接近于均线；而当我们的这个指标来到了远离中间的位置，越接近上下100的价格之后，那它就说明价格极端发生了一个偏离。比如说当价格冲到了这个极端的时候，那它就会开始回落。我们可以看得到，价格上涨之后呢，它会到有一个极端，这里就会发生一个信号，或者是当价格下跌到一个极端时候，它下方也会出现一些钻石的一个信号。那当然这个信号的发出并不是说我们马上要去进行一个反向的交易，那它这里的信号的发出，它只是告诉我们目前行情到这里，它市场上的一个情绪已经非常极端了，它有可能发生反转。我们看这一段的多头行情，多头行情当中，价格极端拉升到它的一个最高点，并且这个最高点都会被记录，出现的一些钻石信号之后，当它拉升到最极端的时候，上方都会出现这样一条横线，那这一条横线就是它的一个阻力线。那后面的一些市场行为呢，跟这一条线的一个价位会产生关联。对于空头而言，它也是一样的。我们看一下这段行情，它价格运行到最下面的一个极端点，那这个时候下方也会出现相应的一个钻石信号，并且会在相应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支撑位，就是这种横线的位置。价格跌到了一个极端点的时候，它也会变成一个支撑。也就是说，它这个支撑或者是上涨之后的这个阻力，它并不是我们手动来画的，而是市场在
最接近极端的时候，自己它留下的这个痕迹，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些支撑位或者是这些阻力位来判断它当前的一个行情。除了这个支撑阻力位出现的时候，我们在最右方也能看到这里有一个竖框，在上方会有一个动能的一个百分比。我们前面讲到它上涨的动能或者下跌的动能，它现在的力量如何，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百分比来看到它到底上涨之后有没有力气，或者下跌之后有没有力气。上下最大值是100%，很多时候的一些突破，不管是向上突破还是向下突破，它的动能不到100%的时候，它只是稍微的碰一下，有可能它就继续的反转。就包括现在是 BTC 目前的一个行情，我们把它回到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里是往上涨了之后，这里在做横盘，我们可以看得到它目前的一个动能才30.6%，那就说明它上涨的这个动能并不是很强。我们可以看得到，它现在的行情呢，在向上涨之后呢，并没有达到一个极值，那就说明上方很有可能还有一些空间，但是呢，它的一个动能是不强的，只有30%，没有达到100%或者50%以上。我们在利用这一个指标呢，来进行做单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同时结合它形成的一些支撑位或者是阻力位和下方的这个过滤指标，它有没有到达一定的一个极值，以及右边的这个方框里的百分比。一个动能的一个力量比来综合来判断，我们到底是在哪个位置进场，到底是在这一波行情当中，我们是去做多还是去做空，就根据上述给大家讲的这个指标它的一个使用方法来进行。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反转，何时确认它的一个反转。比如说，我们前面找一段这一段行情，前方呢是一段很长的一段空头的一个趋势，并且在空头趋势之后呢，最下方形成了一个支撑。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一根 K 线的时候，把它放大一点，在这个 K 线的时候，它出现了一个极值的一个支撑线，两根线之后呢，这一根 K 线的时候，它的最低的一个影线，它是跌破了这个支撑线，但是它的一个收盘价是收在了支撑线的之上，价格重新站上了支撑线，等待价格回调至均线之上。并且看下方的这个震荡指标也回到了0的一个上方。如果当时的这 K 线的一个动能百分比大于等于50%以上，那这个时候就能确定反转已经成功了。反转成功之后呢，因为前面是空头的趋势，反转成功之后呢，那你就要寻找机会去做多了，这就是它的一个反转趋势的一个确认。如果大家在利用这个指标的时候，一定要结合这三者的条件来进行判断。最重要的是，这个指标呢，它不是预测未来到底是上涨还是下跌，它只是告诉了大家我们做单的方向对不对。也就是说，我要首先要判断目前是属于空头的趋势还是属于多头的趋势。第二点呢，就是它上涨或者是下跌，会告诉大家这个动能它强不强，动能的强与弱就代表着当前的趋势方向是否能够延续，还有没有力气继续当前的一个趋势。所以呢，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指标比较好，你把它加入到你自己的一个交易系统，把它作为一个结构的一个过滤器，那么你的交易有可能成功率就会更高。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这个指标的一些拆解和用法。如果你也想使用这个指标，大家可以在trading无忧当中直接去搜索免费使用。如果我的频道能给你在交易上面带来一些帮助，也不妨点个关注，点个订阅。OK， 那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